2025年4月3日下午，在外界盛传杭州银行行长余立明疑似失联的消息发酵后，杭州银行火速发布了一则重磅人事变动公告，宣告行长余立明因个人原因辞任行长职务，由董事长宋建斌代为履行行长之职。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频道，我是主播李幸福。今天的视频，我将深度解读这起突发人事变动背后的真相，以及折射出的中国金融风险。这则人事变动究竟是个人原因，还是另有隐情？让我们一探究竟。说谢谢你，因为有你。2025年4月2日，杭州银行副董事长、行长余立明疑似失联的消息不胫而走，并引发市场关注。同日晚，杭州银行发布公告称，行长余立明因个人原因辞去在该司现任职务，新任接棒人选出炉前，由董事长宋建斌代为履行行长职责。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在杭州银行公示辞任公告中，并未对余立明提及感谢，转而叙述的是一段声明。目前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开展正常，经营质效良好，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产生重大影响。什么他妈的叫惊喜？什么？资料显示，余立明出生于1966年10月，现龄58岁，中央党校研究生，正高级经济师。2022年12月，余立明获聘杭州银行行长，任职资格于1年3月获经监管部门核准，正式履新。2023年6月，余立明再获核准出任杭州银行副董事长。余立明曾在杭州属地工作多年。早期，余立明曾在交通银行杭州分行工作20余年，后出任交通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其后，余立明历任杭州投资控股总经理、杭州投资控股董事长、总经理等职。2012年7月，余立明调任杭州金融投资总经理，期间曾兼任杭州工商信托董事长，直到履新杭州银行。天眼查显示，杭州金融投资全资持有杭州投资控股，并系杭州银行股东杭州财开投资实际控股企业。就在半月前的3月17日，余立明仍以杭州银行行长身份出席在杭州举行的中国国际商会杭州商会4届4次理事会扩大会议暨国际经贸资源交流大会。目前，杭州银行变更后的高管团队人员包括董事长宋建斌代为履行行长职责，监事长王立雄以及6位副行长李小华、陈兰、李炯、潘华富、张金科、张建夫。值得一提的是，杭州银行的领导班子年轻化明显，全员70后，其中最年轻者为副行长张金科，出生于1978年，现龄47岁。接着奏乐，接着舞。余立明的失联和辞职的时间点很微妙，市场传言其失联后，媒体多次拨打其电话均无法接通。银行内部人士亦表示不掌握具体信息。余立明曾掌舵杭州工商信托11年，期间该公司业绩从盈利3.26亿元2021年跌至亏损2.22亿元2023年。尽管杭州银行强调经营正常，但市场仍然担忧其信托业务风险是否蔓延至银行体系。近年来，个人原因已成为国内金融高管离任的标准话术。2024年以来，至少6家上市银行高管以此为由辞职，但后续多被曝涉及纪律审查或业务违规。监管透明度的缺失，使得公众对官方解释天然存疑。而接任者宋建斌是杭州银行老将，自2002年加入后历任多个要职。由其代行行长职责虽可稳定军心，但也暴露了银行人才梯队建设的短板。为何没有副行长可以直接接替？可不敢胡说，可不敢胡说。这
这次事件触碰了金融监管的敏感神经，信息不对称，投资者专线回应不掌握信息，与公告的确定性形成反差，损害市场信心，风险传导隐患。余立明曾同时任职杭州银行、杭州工商信托，同属杭州市财政局控制。若风险跨机构传导，可能引发区域性金融波动，舆情管理失当。银行在传言发酵12小时后才发布公告，而且明显是为了公告而公告。若余立明却已失联，如何能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若未失联，为何本人及银行未直接辟谣失联传言？这充分暴露出危机应对机制的滞后及随意性，就像杭州银行多次发生年报错误、闹乌龙一样。杭州、宁波等地城商行信托公司大多深度与本土房企如滨江、中粮捆绑，尤其在2020至2021年疯狂为房地产输血。随着恒大、万科暴雷，银行信贷也开始了资金链倒查，当初的放贷担保责任人如今也纷纷被秋后算账。而余立明2021年任杭州金控总经理期间，被曝参与多地地产项目名股实债融资，或涉国资流失。典型的操作手段就是通过金控平台进行非标融资，绕道监管，再向房企输血放贷。随着房企的暴雷，这些贷款都变成了坏账，最后只能由当地的国资出来兜底擦屁股。而杭州银行也拿出典型的危机公关来应对，以掩盖真实的风险。具体就是银行的财报提前披露2025年第一季度的高增长数据，净利润增 17.3%， 强调资产质量稳健，再来进行话术博弈，咬定余立明问题纯属个人，试图隔离银行风险。事实上，杭州银行对公地产贷款占比约 6%， 虽低于同业，但2021年前放贷项目仍在风险排查期。而如果余立明调查牵扯到银行过往的审批，就可能引发监管问责、客户挤兑等连锁反应。我怕风浪大，风浪越大，鱼越贵。余立明事件绝非偶然，而是中国地产金融化时代的集体清算，暴露了地方经济的地产依赖症，造成了金融机构被迫站队，而在风险炸雷后，只好抓人屏障。而未来的2年，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将有更多城商行、信托高管落马，尤其是2017至2021年地产狂热期的操盘手。中国金融业挣快钱的时代已经终结，风控硬实力才是唯一免死金牌。毕竟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好啦，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改革春风吹